系统重新上线那天，我同意了谢林媛的表妹进门。她的那群同僚起哄，令夫人可是坚持一生一世一双人的穿越女，现在突然同意你纳妾，怕不会是在盘算跟你和离？谢林媛摇头，我娶表妹不过是见她孑然一身，可怜罢了。至于阿来，他当年为了陪我，早就放弃回家的机会，现在他不舍也不敢与我和离。我沉默了。穿书10年，对谢林媛的爱已经深入骨髓。可他不知道的是，我惯会给自己留后路，当年的回家申请我根本没放弃。激活成功，我就可以离开这里。以后谢林媛是纳妾还是娶妻，都跟我没关系了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谢林媛下朝回来，照例先来找我。在干什么？是不是在想我？视线落在我脱下在一旁的叮当镯上。他微愣，这是我在上元节送你的，你一向不离身，今日怎么舍得摘下来了？我直起身子，离了他的怀抱。林俏喜欢，送他了，一对镯子而已。反正他从我这拿走的，又何止是一对镯子？但谢林媛有些不悦，这是我送你的，他凭什么要？他今天要镯子，明天是不是就要掌家之权？你放心，我娶林俏不过是为了完成姨母的遗愿。半年前林俏突然找来，我也是那时才知道谢林媛和他原是有婚约的。我没像往常一样问他，既是为了照顾表妹，给他银钱傍身不就好了，为何要将人娶进门？谢林媛在屋里坐了一会，突然冷声发问，大雪天夫人屋里怎么连炭火都没有？我不是说过夫人体寒最怕冷了吗？丫鬟战战兢兢。我开口解释，当日林俏说自己身子弱受不得寒，你听完立马命人把我屋里的炭火全拿去给了她。谢林媛一怔，脸色有些不好。我却像是没瞧见似的，继续开口，反正最冷的大寒已经过去，我习惯了。但我却有些奇怪，谢林媛每日都来我这里，怎么今日突然发现我这屋里没烧炭火？一时无话，我嫌屋里闷，往外走去。谢林媛跟在身后，府里处处挂满红绸，下人脸上皆是喜意。转角处正好撞见捧着一袭红嫁衣的管家。夫人，这是珍宝阁刚刚送来的，绣样精致，是并蒂莲。我和谢林媛成亲的时候很穷，穷到我们搜遍全身都凑不齐借块红盖头的钱，没办法，我们只能闭着眼躺在床上，你一句我一句，用想象完成了一事。那时谢林媛指着外头的莲花发誓，等我考取功名，一定会给你补上3书6聘，凤冠霞帔，到时嫁衣就绣并蒂莲。我若为是，天打雷劈，心跳得很快。原来谢林媛并没忘记对我的承诺，那他会不会改变主意，换个方法照顾孤苦无依的表妹？就在我的内心不断升起点点希望时，林俏兴高采烈地跑了出来。林渊哥哥，你给我订的嫁衣到了是不是？谢林媛瞪他一眼，看向我时又是熟悉的温柔，只是说的话却寒冷刺骨。你也知道为人妾室对一个女子来说是多么悲哀，我们就让俏俏以妻之礼嫁进来吧。我只记得谢林媛是我的夫君，却忘了谢林媛身处的时代。在这里，男人可以有无数的女人。我在脑中叫出系统，帮我看看谢林媛现在的攻略值。宿主，现在谢林媛的攻略值依旧是90%，但你不用担心会影响你回家，因为5年前谢林媛的攻略值已经是100%，你的任务早已完成。我没有说话。自从半年前，谢林媛的攻略值就开始降低。我之前以为是感情步入平淡期的缘故，但现在一个猜测在心底隐隐升起。我直视谢林媛，听说珍宝阁的东西千金难买，更要提前半年预约。我同意谢林媛的暗示，不过是上月，可林俏入府刚好半年。谢林媛的眸子闪烁几下，移开了视线。我突然觉得有点冷，果真好看。谢林媛见我没有其他意思，突然放松下来，笑了。阿来不愧是谢府的当家主母，稳重识大体。谢林媛头上的数字在上涨，原来这才是他今日突然关心我的原因。原来
我和他之间已经到了需要我容忍另一个女人才能让他开心的地步。系统的声音响起，宿主申请已激活，返回时间定在7日后。7日后是谢林媛和林俏大婚的日子。谢林媛拿出一枚精致的桃花簪，温柔地唤我：阿来，你这些时日都不开心，我便想起你曾说过，只要看到桃花就会开心。可现下正是寒冬，我只能命人打造这枚簪子给你，等来年春日，我再陪你去看桃花。谢林媛不知道我为何会喜欢桃花，只不过因为我和他的初见就在桃花树下罢了。想到过去，我的目光不自觉柔和，正要伸手接过，却被林俏抢了先。她捏着那只桃花簪，我还没见过这么好看的桃花。又是这样，她入府的这半年，无论是谢林媛送我的衣裳，还是亲手为我煮的汤，只要林俏露出没见过的样子，谢林媛就会让我大度一点。果然，谢林媛面露难色地看着我。阿来，不如……我轻嗤一声，便被林俏打断了我的话。她慌慌张张地把簪子递给我。姐姐，我没想跟你抢的，我自知不配，这样好的发簪我定是不敢想。谢林媛皱眉，你不必妄自菲薄。林俏咬着唇，问她，那我可以拥有姐姐头上那枚木簪吗？谢林媛顺着视线看去，愣了，又笑起来。当然，一枚木簪而已。可我却没像往常一样，而是拒绝了她。凭什么？这还是我第一次拒绝谢林媛。她有些错愕，什么？我直视谢林媛。桃花簪你说是专门为我寻来的，给了她，这枚木簪你也要我给她？谢林媛皱眉，她大约是觉得我小气，可她忘了，这枚木簪是谢林媛亲手做的，是我们的定情信物。身子开始颤抖，半年来的桩桩件件和数不清的委屈都涌了上来。我哽咽道，既是我的东西，凭什么他说想要，我就要给他？话落，谢林媛皱眉看我，面容依旧平静。他不理解我，也看不见我的眼泪。系统说我可以带一样东西走，我本想拿着枚木簪，但此刻我突然冷静下来。谢林媛都不在乎了，我又何必在乎呢？可以，就当是我送你们的新婚贺礼吧。谢林媛的眉头皱得更深，我只觉心中一片荒凉，却看到谢林媛的表情变得错愕、惊恐，然后我就失去了意识。晕倒前最后一个念头就是，难道回去的时间提前了吗？醒来已是后半夜，谢林媛正在和大夫争吵。没事怎么会晕倒？而且我分明看见。我知道这是要走的征兆，也不愿让大夫为难，便叫住了谢林媛。下一秒，手就被谢林媛握住，她的声音已带着哭腔。阿来，我以为……彩云也抹了抹眼泪。夫人，大人说大夫要是治不好你，他就跟你一块走，他也不活了。在我提出要走的那天，系统曾劝过我，检验过了，谢林媛是真心爱你，你可以选择继续在这里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。我知道他是怕我后悔，毕竟我对谢林媛的爱有多深，系统最清楚。他见证过我在暴雨天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去镇上买酒，只为攒够谢林媛出发秋闱的路费。为此，我摔下山崖，差点被狼叼去，甚至愿意为他留在这个举目无亲的世界。我想了想，问谢林媛，那你可以不娶别人吗？不只是林俏。谢林媛愣了一下，她伸手抚上我近日消瘦的脸颊，语气坚定又深情。好，你是我认定的妻，这辈子我有你就够了。后面连着好几天，谢林媛除了上朝，就是待在我的房里。一夜间，我们又回到了林俏来之前的日子。谢林媛看书，我看她，只是现在目不转睛盯着看的人变成了她。府里的红绸也早都撤下，没人再提谢林媛和林俏的婚事。直到那日，我在院里散步，无意间听到林俏凄凄哀哀地开口：谢林媛哥哥，你不会真因为姐姐不娶我了吧？谢林媛揉了揉眉心，有些烦躁。那日你也看见了，阿来突然晕倒，连大夫都看不出他是怎么了，我实在害怕。林俏突然哭出声来，可全京城的人都知道我要嫁给你，
你突然反悔，我以后要怎么做人？我们的孩子以后怎么做人？你要他一辈子都当个没名没分的私生子吗？当初你明明承诺过，会让我和孩子堂堂正正地待在你身边。脑袋嗡的一声响，林俏怀孕了，是谢林媛的。我浑浑噩噩地回到房中，坐了许久，才终于明白，为何谢林媛会一次次地偏袒林俏，还执意娶她。一滴泪落了下来。你看，男人就是这么虚假，口口声声可以为我去死，却不愿意床上只有我一人。刚听到那句话时，我以为自己会崩溃，可现在心底莫名生出一丝庆幸，幸好我没有选择继续留在这里。你在和谁说话？谢林媛狐疑地看着我。我沉默一会，算了，这不重要。我哑然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他对我再没了以前的耐心。我的事渐渐变得不重要，因为他的心中有了更重要的对象，林俏。可他不会承认。我看着他，你给林俏找好夫家了吗？那日，谢林媛承诺会尽快给林俏找到夫家。现在想来，不过是他的缓兵之计。谢林媛叹了口气，想握我的手。阿来，俏俏没有母家依仗，嫁出去了也会被人看轻，不如在我们府里当个妾养着。想必阿来心善，定不会拒绝。我不动声色地将手抽回。可以。谢林媛像是没想到我会答应，惊喜道：阿来，你当真同意？我又重复了一遍，同意。反正我就要走了。林俏是你的妾，还是会代替我成为你的妻子，跟我都没关系。谢林媛接着开口，这些日子是我疏忽了，没能好好陪你，过几日我陪你去看红梅如何？上个月我约谢林媛去看红梅，可临出门她又被林俏叫走。系统提醒我，返回程序即将运行，请攻略者做好准备。我轻嗯一声，回答了系统。谢林媛却以为我是应下了他的邀约。我走的那天是谢林媛的大喜之日，府中挂满红绸，宾客络绎不绝。谢林媛做到了他所承诺的，以正妻之礼迎娶林俏，三书六聘，凤冠霞帔，好不热闹。只是这一切都和我没有关系。按下确认键时，门外有人叫我：夫人，大人邀您去前院喝林小娘的妾室茶。我想应声，却发现喉咙里发不出声音。我低头看了眼，发现自己的身体正在渐渐消失。我闭上眼，开始期待自己回家后的生活。可等再睁眼时，我却发现自己出现在了京城主街的茶肆里，与谢府只隔了一条街。一阵大风刮过，谢林原本要去牵林俏的手顿时定住。他倏地开口：可是有什么事发生？下人面面相觑。一切都好，客人已经全部落座，喜糖也都沿街发出了，一切都在按照计划进行。可不知为何，谢林原的心却突然乱了起来，一阵阵地发慌，像是他即将要失去一样很重要的东西。忽的，谢林原朝明来的住处望去，既是按计划进行，那为何不见夫人？去将夫人请来喝妾室茶。时间一分一秒过去，议论声也渐渐自人群中升起。林俏咬住嘴唇，劝道：夫君，不要误了吉时。从他进门做妾起，就注定了他要和明来分享谢林原。或许以后还会有更多的赵俏、许俏，只有这一刻才是真正属于他和谢林原的时刻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不允许自己在这么多人面前丢脸。可谢林原看都没看他一眼。我想去看看阿来。林俏猛地抬头，一张脸慢慢涨成和喜帕一样的红色。他不敢相信谢林原会在这么重要的日子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把自己丢下。咬住嘴唇，可都不等他开口说点什么，谢林原就已扔下千金，大步离去。快到明来院里时，谢林原拿出那枚木簪。虽不知明来为何会喜欢这么平平无奇的木簪，但他还是从林俏那里要了回来。脑中浮现出明来开心的模样，谢林原决定待会见面就给他。可当他走进院里时，那种恐慌又爬了上来。他倏地攥紧木簪，开始唤明来的名字。可他唤了许久，
甚至将院里的每个角落找了个遍，都没有看到明来的身影。而且，谢林媛惊恐地发现，跟明来有关的所有东西都不见了，干净的，就好像他从没出现过一样。谢林媛死死攥住手中的木簪，心中那股恐慌愈发强烈。彩云走到了他的身边，这不是夫人最爱的那枚木簪吗？夫人一向不离身，还坚持1日3遍的护理，怎么在大人您这？谢林媛眼神空空，问他，明来最爱这枚木簪，还护理？他更不明白了，明来为何这么喜爱他。彩云点点头，对啊，夫人再累都不让我们碰这枚木簪，因为夫人说有爱就不会觉得累。突然间，谢林媛想起来了，那是5年前，他和明来还住在青山村。那时明来每日酿酒卖酒，挣的钱不算少，但钱全都拿去给他读书了，以至于明来浑身上下没有一样首饰。谢林媛更是身无分文，动手雕废了10多根木头才做好这一枚簪子。他至今记得明来收到后喜极而泣的表情。那天，他承诺明来，等以后出人头地，定会给他买一箱天底下最好的簪子。可明来摇头，他说这就是世界上最好的簪子，他不要其他的簪子了。自那日起，这簪子就日日被明来戴在头上，直到谢林媛亲口将它转送给了林俏。唰的，谢林媛的脸变得惨白。彩云想起这半年来夫人受的委屈，就生气。夫人走了。谢林媛不可思议地看向他，走了？可是明思离开这里，又能去哪？彩云的声音开始哽咽，是夫人亲口跟我说的，她说她要走了，还把私房钱全给了我。其实我们都看出来夫人要走了，可就是大人你看不出。夫人以前那么爱笑，现在却整日的愁着脸。自从林小娘来了，大人你的心就偏了，夫人再也没笑过了。这半年来，谢林媛只顾着心疼林俏孑然一身，陪她玩陪她闹，想把一切最好的东西都给她，却忘了自己的发妻也是孑然一身。在这个世界，明来所能依靠的人只有自己。是谢林媛负了明来，心脏突然传来一阵闷痛。彩云曾以为夫人走了，谢林媛会失魂落魄，会疯狂去找，可都没有。那天的纳妾礼照常进行，谢林媛还跟以前一样，早起上朝，晚来归家。没事，她就待在家里静静的写字，平静的叫人看不出任何异样。可彩云听夫人说过一句话，没有异样就是最大的异样。夫人说这话那天，大人急着回家照顾生病的林小娘，将夫人忘在了大雪的郊外。最后还是夫人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到城里，叫上马车回了府。那时的夫人就像谢林媛一样平静，可好像又有些不一样。大人的平静里有等待，还有会再重逢的笃定。但夫人是亲眼看着心爱的人离去，并且知道他再也不会回来的悲伤。随着时间一点点过去，谢林媛的脸越来越沉，她总是盯着门口，像是在等谁。直到那日，谢林媛突然想到了还在青山村的明来。那时的他只是穿着粗衣，却依然明艳的惊人。谢林媛，我放弃回家的机会了，我会在这里一直陪着你的。明来背着背篓出门挖野菜，还不忘鼓励他。林媛，你要相信自己，这次没中只是因为你没碰上自己熟悉的考题，下次你必定高中。不仅高中，你还会成为天子近臣，名留青史。全村人都在讥讽他只知道读死书不会养家，是个废物时，是明来站出来，语气坚定地说，林媛很好。谢林媛又想起来经那日，明来高兴得不得了。谢林媛，我就说你一定会高中的，但我说过我明思不和别人共享夫君，真到了那一日，我是定要走的。又想起每次下朝回家时，明来都会早早站在路口，一看到自己的身影，眸子顿时发出惊人的亮色。想起那个蹦蹦跳跳跑进自己怀里的姑娘，谢林媛下意识勾起笑。林媛，林媛。可不知什么时候，明来的声音带上了哀伤。我们不是承诺过彼此这一辈子都不会有旁人吗？我不答应林俏进门，如果你一定要逼我的话，我们和离吧。和离？不要，不要。
谢林远猛地睁开眼，四处瞧去，身旁再没了当初唤他那人，心像是被人用锋利的刀子拼命搅动。后知后觉，谢林远感到了钻心的痛，当即谢林远就要叫人备车。既然明来不愿低头，那就自己主动去找他。对，他要去找明来，门却在此时被人推开。夫君。以往这时候，明来都会端着一碗汤走进来。谢林远似乎闻到了熟悉的香味，眼中猛地窜起一股希冀。可来人是林俏，熟悉的香味正是从他手上的鸡汤发出。夫君，不管怎么样，你都要顾好自己的身子啊。既然姐姐已经走了，夫君也不要再念她，以后的日子还有俏儿，俏儿会一直陪着夫君的。林俏朝他眨眨眼，才不会像姐姐一样一走了之，不顾及夫君的感受。谢林远眯起眸子，你也配学明来？要不是看你怀孕，你以为你能入得了谢府，还想智慧我和阿来之间的事情，先看看自己够不够格。那日我从谢府消失，在睁眼，我出现在了与谢府隔了一条街的茶肆里。返回程序出现 bug， 系统支支吾吾。导致这种情况的一般是攻略男主情绪出现巨大波动，引起书中世界不稳定。我蹙眉，那我需要等多久？系统的语气变得笃定。现在我们的修复技术已经很成熟，只需15天。我点点头，幸好自己有随身携带银两的习惯，15天还是等得起的。在城中一客栈住下后，我每日就是喝茶、听戏，静待回城。因为同在京城，所以我猜过会遇到谢林远，只是没想到他会这么快就找到我。谢林远捧着一束红梅，敲响了我的房门。阿来，气消了吗？他笑得轻松。是因为俏俏吗？你放心，你是妻，他是妾，他越不过你。在听到这些话的一瞬间，我是愤怒的。我怨他怎么可以如此看轻我。我付出10年感情的离开，在谢林远看来只是闹脾气，他认为只要他对我笑一笑，低个头，我就会跟他回去。又恨他怎么可以在背叛我们的誓言后还能做到如此坦荡，怎么可以在娶妾后站在我面前试图用一束花就让我消气。浑身的血液沸腾，又瞬间冷却。我终于明白过来，无论谢林远对我如何承诺，他都从未真正认同过那些一生一世一双人的誓言。他不觉得爱情的世界只能有2个人，所以他娶了林俏。如果我跟他回去，我面对的不只是林俏，以后还会有李俏、赵俏。我死死攥着手心，直到眼中那股热意消退才开口。我离开谢府就没想过要回去，而且我给你留了和离书。谢林远好笑地叹气，阿来，就当是我错了，这红梅是我好不容易摘来的，就当是我给娘子赔罪了如何？他把红梅捧到我面前，还不行的话，只要你跟我回去，你想怎么罚我都行。我忍无可忍，夺过花狠狠摔在地上。滚！刚才还鲜艳欲滴的花朵就这样烂了一地。谢林远依旧是笑着，林俏从他身后施施然走出，衣着华贵，面容得意。仅仅2日，在没了之前见我的怯弱模样。姐姐，我还等着你喝我的妾室茶，快别耍性子了。谢林远呵斥他。谁让你来的？林俏红着眼。姐姐，都怪我太爱表哥了。林俏突然靠近，手伸向肚子的同时，用只有我们2人能听到的音量开口。我和表哥木已成舟，你又能拿我们母子如何？在这个时代，没有人会觉得自己是破坏别人家庭的第三者，所以我并不打算跟他多费口舌。下一秒，他突然向身后倒去，慌乱间还没忘委屈道：姐姐是还在怪我吗？可我只是妾，姐姐你才是表哥的妻。谢林远猛地变了脸色，又迅速稳稳接住林俏。俏俏将她搂在怀里，上上下下看了个遍后，明显松了一口气，看向我时是满眼的失望和生气。明来，我竟不知你如今已变得如此恶毒。他冷眼睨来，字字如刀。或许当年那孩儿没能留住，是上天嫌你心性狠戾，不配为人母。我后退一步，然后蓄力狠狠扇去。要说不配，
也是你不配用我儿的一条命去换你的锦绣前程。当年恰逢谢林媛要进京赶考，若不是为了给他攒够路费，我也不会日日操劳，以至于流产。谢林媛看着我，额上青筋跳动。最终，他只是深深看我一眼，搂着明来走了。这些日子你就在外面好好冷静，等你想清楚了再回来。某日一早，系统就叫醒了我，程序已修复，返回通道将在1个时辰之后开启。我突然想起城门口的馄饨摊。5年前，我和谢林媛千里迢迢赶到京城入职，身上的盘缠早已花光，别说馄饨，连碗茶水都喝不起。那次路过，我只是偷偷看了一眼，却还是被谢林媛发现了。他当即眼睛发红，指着那道城门发誓。我谢林媛发誓，进城后一定会让明思吃上全天下最好吃的馄饨。我落了泪，说好。可入城后，谢林媛越来越忙，官也升得快，这碗馄饨也被他忘在了过去。想到这儿，我退了房，来到摊子前，跟老板要了碗馄饨。等馄饨的间隙，身后传来一阵嘈杂声。我没在意，却不想听到了林俏的声音。夫君，这里看着并不干净，你确定要吃吗？我的身子一僵，谢林媛也在。谢林媛看着摊位，的确脏乱，可他想起了一些早已忘却的事情，连带着眉眼都不自觉地柔和下来。老板打量着他的神色，客官，来2碗。谢林媛抬头正准备开口，却猛地顿住。他看见了我。谢林媛嗤笑，昨日亲自去接你，你不回，今日来找我，是想通了？谢林媛以为我是来找他的。我静静移开目光。谢林媛猛地变了脸色，对着身旁的林俏柔声道，虽说国公夫人设宴，正头娘子才能去，但你我已经拜过堂成过亲，在我心里你就是我的妻。当年入京后，谢林媛并没有像我想的那样平步青云，反而处处受困。我也是拜托系统才知道，谢林媛一入京，就有人给他送来美人。同僚劝他收下，从此就是赵大人的人，自然会一帆风顺，平步青云。可谢林媛宁愿顶着得罪顶头上司的风险，也要把那个姑娘原封不动地送回去。他说，我这辈子有明来一人足矣，不需要也不会有别的女人。可现在谢林媛说林俏是他的妻，我叹气，当年那个满心满眼都是我的少年郎，终究是消失在岁月中。刚吃完馄饨，系统的提示音响起，明来，时光通道即将开启，请做好准备返回原世界。3、2，抬头，正好看见谢林媛，他朝我看来，皱着眉像是想说些什么。我嗤笑，再见，再也不见。只是瞬间，我就回到了原本的世界。墙上的时钟指向早上7点，书中10年，但在现实世界只是过了1晚。班主任打来电话，明来，明年就要高考了，你成绩这么好，确定要退学吗？一阵风吹来，我听到系统的声音，5000万奖金已到账，你可以不用因为交不起学费退学了。我赶紧切出通话页面，点开银行 App，500000000123。太阳从乌云中飘出，我听到了自己异常兴奋的声音。不退学，接下来的1年，我像个永远都不会满足的海绵，疯狂汲取知识，日日夜夜，每分每秒，因为我太珍惜这用过去10年换来的新生。一开始，我也会被情绪反扑，夜里却总是无可避免地想起谢林媛，想起我们相处的点点滴滴。我并没有强制自己去忘记，因为我相信时间是最好的解药，与其压制，不如纵容它的肆虐。1年后，我拿到了最高学府的录取通知书，一切都在朝好的方向发展，直到系统再次出现。自从你走后，谢林媛简直是变成了疯子。他再次听到这个熟悉的名字，我才发现自己已经很久没想起过谢林媛了。我默默吐出一口气，时间疗法发挥作用了。见我并没有兴趣打听，系统忍住了话头。算了，我这次来找你是想问你，如果再给你1000万，你愿不愿意再见谢林媛一面？稳定下他的情绪，我合上行李箱。如果我不去会怎么样？
系统想了想，如果继续放任男主角谢林媛崩溃下去，书中世界会崩塌，到时谢林媛会死。会死啊！我看了眼手机，去往京市的飞机2小时后起飞，时间还来得及。那又怎？闻言，系统立马换上俏皮音，传达消息的任务我已经完成。作为你的多年好友，我很庆幸你没有恋爱脑。我扬起手机，朝着半空中笑了。新的生活即将在我眼前展开，傻子才会回到过去。而且，既然说谢林媛已经疯了，我再出现在他眼前，万一回不来怎么办？我想起余额后面7个0，不禁后怕。有人说世界上最痛苦的事是人活着但没有钱，但我却觉得最痛苦的事应该是钱还有很多，人却不在了。进入大学后，我一边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，一边数着余额生活，太快乐了，快乐到当我猝不及防看到谢林媛时，没有反应过来。谢林媛容颜依旧，气质却是和以前截然相反的阴郁。有人推他：“你是在玩 cosplay 吗？别说，你这幅画倒还挺逼真。”谢林媛像没听见似的，眼神直直地看着我。阿来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说着，他的眼就红了，在开口话里已带着哽咽。我找了你好久，你是不是因为林俏才离开我的？系统说谢林媛把我离开的原因全都怪在林俏身上。林俏被谢林媛亲自喂下堕胎药，那个孩子最终还是没能活下来。林俏本人也被谢林媛做成人质，生不如死的活了5年后被狗吃了。一股恶心泛了上来，我抬脚就想转身离去，却被谢林媛大力拉住，速度快到好像我下一秒就会凭空消失一样。他已经在不可能出现在我们面前了，以后我们2个却在谢林媛的手就要碰到我的前一秒，一只骨节分明的大手倏地将它隔开，接着就是蕴含警告的声音响起：“找我女朋友什么事？”抬头，我只能看到锋利的下颌线。陈池皱着眉，乱七八糟的，在瞎逼逼，给你送警局。谢林媛的目光死死盯在陈池搂我的手上，咬着牙：“阿来，他是谁？”我淡淡的看他一眼，没说话。谢林媛突然发怒，他朝着陈池就扑过去：“你凭什么碰他？”可他完全不是陈池的对手，甚至陈池只是轻轻一个侧身，谢林媛就狼狈地摔在地上。人群中传来窸窸窣窣的笑声。谢林媛哪里受过这种羞辱，脸一阵青一阵红：“把你的脏手从阿来身上拿开！”可他连起身都没能成功，就因为情绪太过激动晕了过去。我拉着还忍不住啧啧的陈池走了。系统说谢林媛强行来到这个世界，身体受到严重损伤，如果他马上回去还能活3年。可谢林媛坚持选择留在这里，日日在我大学门口遇着人就问明来在哪里。有时候即使我正从他的身后走过，也没人告诉他，因为在这里每个人都很善良，而且明眼人都看得出谢林媛不正常。陈池还有心情打趣：“那天收到你的信息，我以为又是你哪个追求者在骚扰你，马上就赶过来了。没想到，嘿，是古风小生。”彼时我们正在我的江边别墅里看电影，我撇过头看他，许是察觉到我的目光。陈池的耳尖慢慢变红，却还在强装镇定，试图将我的头转过去。看什么看？我却附上了他布满青筋的小臂，缓缓上攀。看你好看，所以你还打算追我多久？陈池的反应很大，脸瞬间熟成了西红柿，还是下一秒就要熟烂的西红柿。谁说我在追你了？我弯起嘴唇，没有什么感情的赞叹。懂了，你送我4台法拉利和2栋江边别墅和19斤的黄金不叫追，只是钱多的没地方花。你这么好心，不如造福下打工人喽。陈池死死扣着手心，整个人都僵硬成了雕塑，几秒后才像是认栽般的。好吧，我承认我就是在追你。但陈池还试图做最后的努力。但那又怎样？我喜欢你是我的事，我想追就追，不想追也要追。不能因为你是我喜欢的人，就否定我追你的权利。我盯着他好看的嘴唇，心想，
叽里咕噜说什么呢？想亲，又在心里翻了个白眼，真墨迹。按照陈池这速度，我都不知道自己何年何月才能吃上他那硕大的爷爷的爱人。我把手放到陈池的脖子上，然后一个用力，将陈池拽下来，最后在他呆滞的目光中堵住了他的嘴。下一秒，陈池立马夺过主导权，我也朝那摸去。受不住的时候，我最后一次想起谢林媛。从我选择离开的那天起，谢林媛就是过去式。所以谢林媛来到这里，想对我说什么，她要在这里怎么活下去，能活多久，我都不关心。那天叫陈池过来，一是我想让谢林媛知道，我不会因为他带来的伤害就失去了爱的能力。当遇到同样有爱的人时，我还是会很勇敢，但沉没成本不参与重大决策。离开那天，我也还是会很勇敢。第二个原因，就是我很喜欢陈池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